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肖战 vs 成毅，新剧撞档《藏海传》赴山海，谁能成为第一爆款？4月剧荒，5月王炸蓄势待发。2025年的电视剧市场经历了3月《燕回十六姊妹》等剧的混战后，4月陷入高开低走的尴尬期。王宝强主演的悬疑剧《骑士》口碑虽佳却难破圈。唐嫣的仙侠剧《念无双》因特效5毛和剧情老套被嘲上热搜。姚晨主演的女性题材剧《以美之名》因议题尖锐而受众有限。唯一引发全民热议的《我的后半生》，热度全靠手撕小三豪门、争产等狗血桥段强撑，观众不禁哀叹：4月无爆款，5月快救场。好在5月的荧屏即将迎来顶流大战，肖战主演的《藏海传》与成毅主演的《赴山海》双双定档。前者是权谋复仇的朝堂狼人杀，后者是武侠热血的少年英雄传。两部 S 加大剧同台对垒，究竟是权谋碾压武侠，还是江湖逆袭庙堂？这场顶流之争注定掀起2025年第一场剧圈地震。剧集解析：权谋 vs 武侠，谁更戳观众？藏海传权谋版基督山伯爵，肖战化身复仇权臣。电视剧《藏海传》改编自高人气小说，讲述大庸国钦天监监正之子智奴。肖战是在家族惨遭灭门后，隐姓埋名10年，化名藏海重返京城。他凭借营造技艺与纵横之术，在朝堂之上步步为营，既为家族洗刷冤屈，又联手神秘女子香案图张静一事智斗奸佞，最终揭开一场动摇国本的惊天阴谋。剧中雨中焚稿朝堂对峙血液斩仇等高能名场面，将复仇的爽感与权谋的烧脑结合得淋漓尽致。该剧由《甄嬛传》导演郑晓龙操刀，制作上对标《琅琊榜》，从非遗罗店工艺的片头到考究的官服纹样，处处彰显权谋美学。肖战首次挑战全程无感情戏的事业型男主，为贴合角色减重15斤。雨中追车、无声崩溃等戏份被导演赞脱胎换骨。赴山海武侠版少年派的奇幻漂流，诚意演绎江湖史诗。电视剧《赴山海》改编自温瑞安经典小说《神州奇侠》，讲述现实中的咸鱼青年肖明成义事，意外穿越到武侠世界，以小说男主萧秋水的视角，从武力低微的热血少年一路成长为守护家国的大侠。剧中剑挑19州、竹林血战、悬崖悟道等武侠名场面，既还原了传统江湖的刀光剑影，又融入穿越设定的现代幽默感。该剧由莲花楼团队打造，斥资2亿搭建实景、竹林、瀑布、古城等场景，堪比电影质感。成毅首次尝试一人分饰2角，现实中的颓废青年与武侠世界的孤勇剑客形成极致反差。导演透露，他为一场悬崖打戏连续吊威亚12小时，腿部淤青仍坚持不用替身。顶流对决，肖战与成毅的爆款基因。肖战流量与实力的双重保险。作为内娱断层顶流，肖战的扛剧能力堪称玄学玉骨遥，创下腾讯视频年度播放纪录。梦中的那片海豆半开分 7.5 打破年代剧年龄层壁垒。此次《藏海传》中，他褪去偶像光环，以演技征服观众。藏海背负血仇时的隐忍，布局时的冷冽，面对苍生时的悲悯，仅靠眼神便能传递3层情绪。更关键的是，肖战的破圈力难以复制。该剧未播先火，
预告物料被新华社转发。泰国、越南等海外热搜霸榜前3，粉丝自发组织的权谋解析服、画道考据等话题阅读量破10亿。诚意、演技与角色的灵魂共振。诚意则是具抛脸的代名词，莲花楼中他是深藏不露的江湖游医，沉香如屑中他是隐忍克制的帝君。此次赴山海中，他将少年侠气与中年沧桑完美融合，前期莽撞冲动，后期沉稳如山。一场兄弟诀别的哭戏让现场工作人员集体泪崩。与肖战的流量优势不同，诚意的杀手锏是口碑护城河，其主演剧集豆瓣均分7.2，路人盘稳固。业内评价：他演侠客，观众信他就是侠客；他演权臣，观众信他能搅动风云。爆款预测：题材、制作与观众的三角博弈。从题材看，《藏海传》的权谋复仇更符合全民向口味。近年来，《琅琊榜》《庆余年》等剧验证了权谋剧的长尾效应，烧脑剧情引发二创热潮，角色群像利于话题发酵。而赴山海的武侠题材虽经典，但受限于近年仙侠剧的审美疲劳，需靠创新破局。从制作看，郑晓龙加肖战的组合堪称王炸。《甄嬛传》导演的严谨叙事与刘浩、赵丽的叠加，让《藏海传》未播已预定剧王席位。反观《赴山海》，诚意的演技虽稳，但武侠剧近年式微，能否重现莲花楼的辉煌仍是未知数。从观众心理看，5月档期或成关键。《藏海传》定档央视，覆盖中老年观众。赴山海主打年轻市场，依赖平台会员拉新。若两剧错峰播出，可能双赢；若正面对撞，则难免此消彼长。无论是《藏海传》中藏海的以天下为棋局，还是《赴山海》中肖明明的以热血正侠道，两部剧都在试图回答同一个问题：如何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？对于观众而言，这场顶流对决没有输家权谋的智斗让人肾上腺素飙升，武侠的情怀让人热泪盈眶。或许真正的爆款从来不是数据榜单的冰冷数字，而是能让观众记住角色、回味剧情、思考价值的作品。